24日龄的魅猪被爆出来晒太阳了。现在魅猪长着粉嘟嘟的小脸和圆圆的脑袋，真的非常可爱。晒舒服了还会打个哈欠，伸伸懒腰。只是魅猪的朵朵怎么没有一起带出来？是因为不喜欢晒太阳，还是被自己萌化了？放魅猪的小篮筐，大梁奶爸还细心的放了一些竹叶进去。端着魅猪出来时，大梁奶爸不自觉扬起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魅猪真的可以是说被猫粉们看着长大的。从魅猪出生后的第14天开始，长隆就开始每天更新好几条魅猪的视频，来和大家分享魅猪的可爱瞬间。说实话，能见证魅猪的成长，真的是长隆给粉丝们的福利。长隆对于这个时隔5年再次迎来的熊猫宝宝，真的十分的用心。6个金牌月嫂24小时守护，为魅猪保驾护航。月嫂们每次接触魅猪前，双手都要先进行消毒，就连偷魅猪用的小耙子也都包着软乎乎的布。而且魅猪也是第一只拥有满月宴派发过红鸡蛋和猪脚酱的熊猫幼崽。因为萌萌是第一胎，而且她也一直是被奶爸奶妈宠大的小公主，所以带娃时难免有些懒散，需要月嫂们时刻监督。因为萌萌没有带娃经验，随时都可能上演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，所以奶爸奶妈只要看到魅猪躺在萌萌的身后，都会把魅猪挪走远离妈妈，以防萌萌翻身时压到她。因为总被奶爸奶妈念叨不要压到魅猪，萌萌睡醒睁开眼发现魅猪躺在自己身边，就会一把推开，然后再用脚把它蹬得远远的，以防自己压到魅猪，又要被奶爸奶妈紧头套了。如果萌萌长时间把魅猪放在地板上，大梁奶爸就会化身带娃提醒器。萌萌，大仔了，萌萌，大仔了，大仔了。估计现在萌萌听见这个声音，就会脑袋嗡嗡响。奶爸有时候也会在直播间里调侃萌萌表演是带娃，所以说我们萌萌在假舔，他就是假舔，对，舔准一点，舔准一点。但看现在的魅猪又粉又胖乎乎的，就知道亲妈该做的。萌萌也一样都没落下，而且魅猪现在都还没长牙，萌萌就叼着一根大大的笋笋头喂魅猪，毕竟这是他认为最好吃的食物了。等魅猪再长大一些会玩玩具了，不知道帅帅和酷酷2个小舅舅会不会把价值10几万的旋转咖啡杯和会喷雾的小火车送给魅猪玩2天呢？我真的是白干净了，我看你妈给你整的稀脏。和程大一样被奶妈嫌弃的，还有程大的饭卡。因为程大妈妈带娃不仅不爱干净，还总爱偷懒。当她发现奶妈不在时，她便会立刻躺平摆烂，任由幼崽在地上翻滚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程大带娃的时候，总能看见有奶妈在一边监岗。程大妈妈偶尔也会做做家务，拖拖地什么的，只是她的抹布就是她的娃，地有没有拖干净不知道，反正娃一定是弄得脏兮兮的。没奶妈对程大的娃也是百般嫌弃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我都想抱你去，我好嫌弃你。哎呀，我的帕子都黑了，瑶瑶，你啥子嘛啊？陈大妈妈，陈大妈对你干了啥子事？亲你好像擦不干净了。你好像擦不干净了。当幼崽听到没奶妈说擦不干净了，眼睛都瞪大了。这天看到程大坐在那里，一边吃饭一边耐心的奶2个孩子，正当要感叹程大妈妈其实也挺靠谱时，谁竟想他手里的笋笋吃完的一瞬间，他就立刻起身跑了。于是他跑他追，就这样一圈又一圈。程大妈妈跑渴了，还会停下来喝2口水，然后喝完继续跑。这一回合下来，微信步数得有2万了吧。在外场的时候和娃打闹，把娃推沟里那就更常见了，也难怪都说程大妈妈带出来的娃身体素质都很好，这下可算是找到原因了。程大妈妈带3个娃的时候也很累，趴在木架上都 emo 了，而不带娃的时候那就可浪了，还在雨中开心的蹦迪。看这妖娆的舞姿，说没去过夜店应该没人信吧？真不愧是斧头山第一辣妈。果然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总是与众不同，能用力气的时候那是绝不用脑子。众所周知，喜乐的冯奶爸为了让她多动手多思考，总喜欢亲自给她做一些蜂蛹，然后把吃的藏在蜂蛹里，让二姑奶奶开动脑筋取出来。但我们二姑奶奶是什么样的熊物，那是根本不走寻常路的。她觉得这些都是小屁孩才玩的游戏，于是从来都不屑于玩。冯奶爸每次都吭哧吭哧的忙活半天，为二姑奶奶做一些漏食器蜂蛹。如果这搁到别的小熊友身上，肯定会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取出来吃，而我们的二姑奶奶根本动不了一点脑子，那是全凭一身蛮力，小手扒住葫芦上预留的漏食口，就那么轻轻一用力，葫芦蜂蛹就4分5裂了。别的小熊一个漏食器可以用很久，而在我们二姑奶奶这里，基本所有的漏食器都是一次性的，气得冯奶爸叉腰骂街。
放下狠话，再也不给二姑奶奶做漏食气丰容了。毕竟我们二姑奶奶是圈内有名的暴脾气。冯奶爸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因为外场装修，二姑奶奶好几天都没有出外场，心情有些不快的二姑奶奶看到冯奶爸后，正对着奶爸抱起一个笋笋，她并没有吃掉，而是用指甲活生生的把笋笋抓得一绺一绺的，把一根大笋都挠成丝状了，可以联想刮丝器刮出来的黄瓜丝。二姑奶奶以此来表达对奶爸的不满。因为外场整修，有好几天媳妇儿没出去，结果呢，她蹲在那儿，看见我进去了之后，她抱下来了一根笋，然后冲我这样，然后把那个笋刮得一绺一绺的，她整个把一颗大笋就都切成丝儿了，然后那种倍怨恨的看着你啊，那就是不高兴了。原来二姑奶奶生气的时候会想把老冯切成丝儿啊，也难怪冯奶爸会在采访中说道，其实大熊猫并没有那么善良。科学的角度讲，大熊猫没有那么善良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奶凶的小乌拉竟是个社恐小熊呢？已经近半岁的小乌拉，至今还未走出过内舍。一开始最多也就爬到内舍通往内场的木梯上，而超有耐心的丁丁妈妈一直趴在通道口看着小乌拉，她在等待着闺女主动走出内室去探索外面的世界。即便丁丁妈妈性格十分稳定，但也耐不住娃娃太魔熊，也曾有过强制把小乌拉带出内舍的打算。但有些宅女体质的小乌拉怎么都不肯出去，用手牢牢抓住木梯，浑身都在表达着抗拒。即便是妈妈已经把她拖进内场，也要挣扎着再爬回去。不但如此，小乌拉还凶了丁丁妈妈，小手还一直不停打着妈妈，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温柔的丁丁见状，只好失望地走开了。只能说，还是因为丁丁妈妈太惯孩子了。如果是芒女士，画风就不会那么和谐了。毕竟当时火山哥只是想早下班，就被芒女士拖行了半个场地，皮大衣都要磨出个洞了。而艾女士就更不会惯着了，铁定是一番爱的教育后，一巴掌就送出去了。而丁女士则是在一旁自己生闷气，肚子都被小乌拉气得一股一股的，愣是没舍得打孩子一下。而在一旁观察着妈妈的小乌拉也意识到妈妈生气了，就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勇敢地将一只脚迈进内场。而看到这一切的丁丁妈妈都要乐开了花，面带微笑地趴在旁边，耐心地等小乌拉自己走出来。看丁丁这宠溺的眼神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母爱。这一幕千万不能让火山哥看到，要不然又要一边拉粑粑一边骂大街了。估计会想，为啥不能给他分配一个这样的妈？毕竟他们家大多时候都是母子俩打得鸡飞狗跳，他每天还要给13岁的老母亲提供陪玩服务。因为丁丁太爱他的宝宝了，现在已经半岁的小乌拉还是粉嘟嘟的，而且小乌拉也深受大鳄人民的喜爱。莫洞园长竟抱着小乌拉一起看他小时候的照片。小乌拉刚出生时就曾霸占公交车电视，现在索性直接把地铁卡都换成小乌拉的照片。小乌拉地铁卡一共有3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是丁丁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小乌拉，第二个版本是酷似爱因斯坦时期的炸毛小乌拉，第3个版本是小乌拉在开心的笑。原以为野性超强的丁丁军训带娃看着会更刺激，谁竟想她却是个温柔又有耐心的妈妈。这样看来，小乌拉的童年可能会不完整了，不知道等出外场学本领的时候会不会有反转呢？